안녕하세요，Hello，大家好，我是尼路。今天同样是没有业配啊，单纯是 AMD 爸爸的赞助播出，感谢。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近期会上市，还有一些今年比较期待的大作。第一款是《心灵杀手2》，预计在2023年于 PS5、Xbox、PC 平台上推出。它的前作已经是13年前的事情了，剧本很猛，而且画面的呈现方式有如影集一般，每一个章节都有前情提要，只是玩法比较单一，有点可惜，就是解谜跟依靠手电筒让鬼影现形再去开扁的模式。怪物的种类非常稀少，主要就是在卖它的剧本。那在一代的故事中，玩家要扮演的是赫有名的惊悚小说家艾伦·魏克就跟他游戏名称一样Alan Wake。因为毫无著作灵感，妻子爱丽丝假借出游的名义，规划了两人到华盛顿州小镇放松，实则是为了让主角的作家生涯重回轨道。这趟假期就变得有点像是一种取材之旅的感觉。那艾伦对妻子的欺骗就是非常的不爽，也因此起了很大的争执。结果在争吵的过程中，老婆就这样骤然消失。那主角就为了寻找她，在过程中得到了名为《启程》的数篇手稿。奇怪的是，《启程》是艾伦下一部的作品，也是他预计出版的小说。更奇怪的点呢，是艾伦之后发生的所有事，全部都精准的记录在这些手稿上面，就像是由未来的自己撰写的预言一般。那新一代的玩法呢，是完全没有交代，只知道画面的渲染力又得到了一次飞跃性的提升。让人好奇的点是，因为前作的结局有非常多不同的开放式理解，所以新作还是很让人期待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做衔接。不过 PC 平台估计是会被 Epic 独占就是了。再来是原本会在3月于 Xbox、PC、PS 平台上同步推出的《浩劫前夕》The Day Before。那为什么会说原本呢？因为它延后到了11月10号。那时间到了，会不会真的推出呢？这个也很难讲，因为有些人去挖了他们的资料发现它是一间小公司。有多小？我给大家一个参考值好了。一般3A 游戏大概开发人员是500到800人，那这个团队呢，实际领薪水的大概就40个，其他人都是以对游戏的热忱进行义务性的帮忙，而且加一加也不到200个人。结果释出的画面呢，都是3A 级别的第三人称恐怖生存僵尸冒险游戏，有体温、接耳值、盖加、车辆、开放世界，类似于逃离塔可夫的改枪系统等等众多元素，而且也支援线上多人连线，所以届时会不会 bug 一大堆，或是品质变得很糟糕呢？这个就非常的难预测不过以上都没有问题的话这个绝对会是一款经典神作，只是还是建议大家先不要当第一批人有点危险。然后就是我最期待2月17号就要发售的《狂野之心》，预计定价为69.99美，好贵Steam 的标准版是1999台币，也是会在 PC、PS、Xbox 平台上一起推出。它是一款以狩猎为主题的动作冒险游戏，采用第三人称。游戏背景建构在神秘的东之国被一群奇幻又危险的幻兽盘踞，玩家要利用游戏中独有的核心技能落超，消耗点数建造不同的机关，像是垫脚用的箱子。厉害的是，它们可以组合成堡垒、炮台、直升机。或是可以利用火炬替武器附魔，甚至做陷阱等等，看起来是蛮强的我还蛮喜欢的。战斗的特色是它有很多的部位破坏，而且动作设计的是非常的厉害，不愧是跟光荣合作的动作游戏。你可以使用的武器，目前从试玩版可以知道的是有刀、伞、弓、打刀、大锤，那每一种都有不一样的特性，像是伞可以格挡化兽的猛攻，刀则是可以多段攻击，累积能量条做出形态变化，弓就是有变成炮击等等不一样的强化方式。游戏中还有一种被称作扶桑的球形机关人偶，可以让玩家在野外中寻获，那这些东西会自动的追随你，跟你并肩作战。另外地图是十分的开阔，有许多地区让你自行探索，还可以建造有传送功能的帐篷，不用自己走那么长一段路，只是配置基本上还是跟魔物猎人一样就是了。那游戏中可以利用萤火处理食物，也可以收集野外的资源，利用铁砧强化装备等等。单机以外也支援多人连线，只是 EA 出品，希望他家的马铃薯伺服器是已经煮熟了啦。漫威蜘蛛人第2代预计售价是199台币，会在2023年的秋季于 PS5 独占发行。那它跟前作一样，会是一款第三人称动作冒险游戏，系统估计也是差不多啦。蜘蛛丝的跑酷，让你在大楼之间穿梭、潜行，以及制作有特殊能力的道具，或者各式各样的不同战装。那同样也会延续之前的开放世界，让你去自由探索跟解一些作业感比较重的支线任务。这次的续作之中，初代的彼得·帕克跟新生代的迈尔斯·摩拉斯将会联手铲除纽约的威胁。预告片的最后还出现了猛毒，让许多粉丝相当兴奋。那简单介绍一下这2代蜘蛛人有什么不一样好了。第1代的彼得·帕克就是非常经典，没有什么特殊能力，基本上都是依靠蜘蛛丝跟肉搏战。那迈尔斯·摩拉斯则是多了一个生物电的特殊能力，你可以使用闪电拳、闪电冲刺、闪电蜘蛛网等等特效跟打击感都比较强烈的攻击。那这次的制作团队几乎是全部延续了第1代的开发群，目前还有很多情报尚未公开，只希望这次的第2代是真的第2代，而不是像迈尔斯·摩拉斯一样有点类似大型 DLC 的感觉。
再来是最终幻想16标准版，售价是台币1990，将会于2023年的6月22号独占登陆 PS5 平台。先帮大家解惑啊，没有玩过前作系列的话，可不可以接触第16代呢？是可以的，因为 FF 系列的特殊之处呢，就是它每一代的故事基本上都是独立的。那它是一款动作角色扮演游戏，故事发生在分为西方风暴大陆与东方灰烬大陆的世界。瓦利斯提亚因受到神明惩罚，这片大地开始被荒芜的续黑地带给侵蚀。幸存的5大国为了争夺中央地带的超大型母水晶，打乱了十分脆弱的和平以及显化者的命运。那玩家将要扮演的是一名火之召唤凤凰的显化者罗扎利亚首席骑士，他曾经发誓过要好好保护他的弟弟。那两兄弟因为神秘召唤兽黑色伊佛利特的出现，被卷入一场悲剧之中，让主角踏上了复仇之路。游戏并非开放世界，有着主线任务跟支线任务让你去探索。这次的剧本会需要透过大量的对话才能完整了解剧情，战斗的部分则是会有与玩家并肩作战的 AI 队友，队伍组合则是会随着剧情的推进而有所改变。另外，制作人有强调，本作将会非常着重召唤系统，只是这种召唤系统更偏向于附身合体的方式进行，而不会像贝欧尼塔那种叫大怪兽出来打架。那动作模组之前有提过，非常类似于恶魔猎人的连击方式，结果真的就是请来了铃木良太这个战斗总监来监制，所以打击感跟流畅度是非常令人期待。Sons of the Forest 阴森之子预定售价为29.99美，将会在2月23号在 Steam 上正式推出。那它是 The Forest 的经典续作，类型跟前作一样，是一款生存恐怖冒险游戏，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跟开放世界。故事讲述的主角跟他的儿子因为飞机失事而坠落到了一个神秘的岛屿，而岛上有着一片广大的森林，还有恐怖的食人族以及诡异的异形怪物。为了拯救神秘人绑走的儿子，玩家要在这座岛上努力生存、探索。游戏的自由度相当高，不会有 NPC 下达命令或是任务，基本上你想要怎么走全靠自己做决定。不过这代特别的是有配置一个驾驶员跟你一起生活。要说玩家被下达命令，还不如说我们可以派任务给他去做。当然如果你只想要自己玩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把枪抵着他的脑袋跟他说再见。那建造的部分跟大多数游戏都一样，就不多提了。武器的部分也是就地取材，拼拼凑凑，可以使用手枪、斧头、电击棒等等来去对抗敌人。生存的方式也是以采集、狩猎、捕鱼等等方式。同时这款也支援多人连线，可以跟朋友一起打造坚固的堡垒。有趣的是这代还加入了4季跟天气系统，还有一个3手3厨的妹子，所以即便是一个人游玩也不会感到孤单。星空原本预计会在2022年的11月11号上市，结果也是延后到了2023年的上半，将会在 PC 跟 Xbox 上推出。它的团队曾经开发过上古卷轴、一城余生，所以品质基本上不用担心。那游戏有超过100个星系以及1000颗行星，可以让玩家自由探索，也有捏脸系统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角色，进行公益建造生存游戏。在战斗方面，可以完成任务、获得武器，或是透过收集资源，在工作台上解锁升级。要采集的物品跟怪物可以用扫描知道他们的资讯，种类包含外星、机械、近战、远战等等，非常多样化。其中人物的技能也是五花八门，一共有4大体系，将近70种可以自由搭配。枪支也可以做改造，还可以造飞船。另外，你想要加入剧情上的地方派系，也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做出选择，说不定还能成为帮派的领导者。本作将借由大量与 NPC 之间的选择对话，影响后续的剧情跟结局。但游戏制作人也有提到，不用担心阵营的问题而错过一些内容。基本上剧情的配置还是算蛮均衡的。另外，有3D 的玩家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因为在游戏内第一人称跟第三人称可以自由切换。对于高拟真的太空生存题材有兴趣的玩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是由 Ubisoft 开发，一言再言，将会在2024年之前推出的《阿凡达：潘朵拉的边境》，价格还没有确定，预计会在 PS、Xbox、PC 平台上推出。它是一款第三人称动作冒险游戏，那它使用的是新一代的 Snowdrop 引擎，制作了不一样的光线追踪、3D 云朵，还有 NPC 等等系统。从预告片来看啊，一切都相当的美好，人物的互动之间也都栩栩如生。只是引擎毕竟是最新的嘛，然后又是 UB 开发，所以 bug 到时候肯定是会非常的多。剧情方面又跟1、2代的电影一模一样，就是人类入侵，玩家进行抵抗。如果是为了欣赏美景的话，这款还蛮值得推荐的，但是游戏性的部分可能就会略显无聊一点。卧龙苍天陨落售价1790台币，将要在2023年3月3号于 PC、Xbox、PS 平台上陆续推出。它是一款第三人称的动作冒险游戏，以中国东汉末年的三国乱世为背景，玩家将扮演一名默默无名的小兵。那这边制作人有讲明啊，卧龙指的不是诸葛，而是玩家本身，卧虎藏龙的意思。那在这个充满黑暗奇幻元素的乱世之下，故事将围绕着不可思议强大力量的丹药。为了解开这个丹药背后的巨大阴谋呢，卷入了这妖魔横行的乱世。
式，战斗动作结合了中华武术，手持剑戟，展现出行云流水的操作。旅途中也会遇到很多历史上的人物，像是曹操、刘备、诸葛亮等等，也有许多装备提供给玩家做选择，不只有大刀、双剑，甚至还能使用关羽的青龙偃月刀，或是曹操的倚天剑。游戏中还有士气系统，打败敌人激励士气，提升士气级别，还可以习得烈火寒冰歼灭敌人，取代了传统游戏的精力条、大招系统，还有法术系统。而且它还有钩索可以玩，所以到时候的 build 应该是千奇百怪。除此之外，还有朱雀、白虎等神兽为战斗提供了有力的后援。制作团队表示非常注重游戏的难度，绝对不是很好应付的敌人。虽然本作是原创的剧情但是也有许多与历史相符的地方，这款玩起来就会有点像是战神的感觉。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做还原，非常令人期待。《恶灵古堡4》重置版售价是1680台币，预计在3月24号于 PS、Xbox、PC 上推出。它是一款第三人称的恐怖射击游戏，是2005年推出的4代重置版。剧情讲述了浣熊市，而美国政府为了阻止危机的蔓延，使用了核弹摧毁了整座城市。然而主角李昂幸运的活了下来，经过6年以后，已经从警局菜鸟晋升成为美国总统的直属秘密特工。之后他又奉命前往了西班牙，拯救总统被绑架的女儿艾雪莉。没错，也就是本作最大的卖点——妹子。到达该处之后，发现村民效忠于一个名为光明教团的邪恶团体，玩家需解开这个团体背后的谜团。不只要小心会攻击你的居民，还有一些强大的怪物。主角可以使用标志性的武器。小刀也可以使用枪支射击、逃跑以及新增的近身战等等。除此之外，还需要考虑自身的体力、剩余的弹药，还有武器的耐久度。这次游戏经过 RE 的引擎重置，让画面整体变得更加的精致，氛围也更加的恐怖。敌人不止变得更加的难缠，还变得相当的聪明。原本你以为是安全屋的地方，都可能会变成不能久待的危险场所。另外，大家都很想救的那条狗狗呢？游戏制作人表示，为了更凸显角色的个性将会增加游戏的剧情内容，所以到时候能不能救呢？可能就要自己去摸摸看。喜欢《恶灵古堡》系列的玩家们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款第4代重置版，3月24号推出。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游戏介绍。最近应该会开始到富频道弄一些生活类型的影片，可能会是一些 Vlog 或是展场的实境拍摄。这个频道也不会荒废啦，所以有兴趣的话还是可以帮我按赞、订阅、留言支持一下。我是尼禄，我们下次再见，拜拜。